朋友们，看我到哪了？天下第一关啊，山海关，万里长城东起山海关，西到嘉峪关。我现在就在长城的起点山海关这里呢。哇，历史课本书上啊，大名鼎鼎的山海关就在我眼前呢。除了这个关，就到东北了啊。历史上很多故事都发生在这里。咱们今天进去转一转啊，门票50块钱。这个门洞子真深了呀，10几米呢，感觉比西安城墙还深呢。哇，触摸一下历史啊，这城墙这都是历史。现在是旅游淡季啊，人不是很多。这登城墙的这个可以走马的，古时候人家骑着马就上城墙了。城墙上面相当开阔啊，可以并排走好几匹马呢，堪比西安的那个城墙。它这城墙转一圈4.6公里。登到城墙上来了啊，天下第一关这个牌匾啊，哇，在这里我要拍张照的。最早这个地方是朱元璋时期啊，朱元璋命令那个徐达建造的这个山海关，为了防止那个蒙古的军队的侵扰，到这里头去看一下。正中间也有一个这个大牌匾，然后这里有楼梯是可以上去的，但是它现在拦住了。这个地方发生过最有名的事件，就是明末那个吴三桂投降了多尔衮啊，带领那个清军入关，打败李自成。这是当时士兵穿的那些作战的衣服。关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最中间有幅地图，哇，看一看这个山海关的地势啊。北边是那个燕山山脉，这边是渤海。你看这里就是山海关这个城楼了。他在这儿修了个长城啊，你看这个长城都修到山里头去了，这边呢修到海里头去了。这个就是老龙头，老龙头比较有名，一会儿过去看一下。它这个城墙就修建在正中间的位置，这边是关内，长城外面是关外，东北进入关内的必经之路啊，就是这里。当时镇守山海关的总兵就是吴三桂啊，他不是投靠了清军了嘛，领着清军入关了。这个地方为啥叫山海关呢？因为它一边临着大山，一边临着大海，所以叫山海关啊，就是名字这么来的。在这城墙上走一走，遥想一下当年的历史啊，可以看到远处的燕山山脉，长城都修到山里头去了啊。理论上来说，沿着长城是可以走到北京去的，不知道有没有人实践过呢？这个就是古城里面了，现在还是保留着这种明清时期的建筑。古城里的景色挺美的呀，看这两边，地上是金黄的叶子，树上还挂着灯笼，两边是各种商店啊，卖一些土特产啥的，古色古香的感觉。走到钟鼓楼了。它在整个古城的最中心位置呢，西安最中心也是一个钟楼，跟它是一样的布局。这里一口钟，这里是一面鼓，所以是钟鼓楼，晨钟暮鼓。咱们上去看一看去。这个楼的中间是通着的啊，东南西北4个方向都通着呢。哇，4通8达的方位，各自通向一个城门对应的。这就是那面鼓了，旁边是钟，晨钟暮鼓啊，敲3下。哇，古代战争的那种感觉马上就来了。可以看看古城里面的景色。然后这个是2层的小楼，吉星高照啊。看看这里面有啥，供奉的一个玉皇大帝啊，感觉是。就是这样了，简简单单的。2楼不通啊，打开看看吧。敲一下钟，敲3下啊。这上面视野不错啊，领略一下古城的景色。
这里还有个打糕的呢，这个是姜糖糕，手工捶打，是不是以前也是这样打的呢？保留下来的。这有个银杏树，好美呀，叶子全都黄了，可以和远处的钟鼓楼同框拍张照。现在来山海关，季节正好了，不冷不热啊，满地的落叶。这有个非常气派的门楼，镇东威远。这个地方是总兵府，以前那个吴三桂办公的地方啊。镇东就是镇守东方，威远就是吴三桂的名号。看前面这里就是总兵府的大门啊，以前是这一片最大的长官办公的地方，背靠着大山啊，现在关闭了。这还有个闯关东主题园呢，电视上演的那个闯关东就是指的这里呀，关就是指的山海关，就是山东那边的人啊，就是活不下去了，来这里闯一闯啊，闯关东。我们山西呢有那个走西口，南方广东那边是下南洋，每个地方的人活不下去啊，就得挪一挪位置，去外地背井离乡讨生活呢。树挪死，人挪活啊，本地活不下去了，就换个地方混。闯关东这3个字，我第一眼都看成关东煮了。到武汉了啊，这是汉口站。武汉分为汉口、汉阳和武昌啊，一会儿去长江看一下。我还以为没多少人来武汉呢，结果刚才下车的时候一大波人啊。现在这里还是挺热的，我都穿了短袖了，现在不怎么冷啊。这边看到一个武汉的地铁图啊，哇塞，这个线路也是很多啊，密密麻麻的，错综复杂，一共是9条地铁线。我是最喜欢坐地铁了啊，不堵车，速度还快。看一下武汉的地形吧，被长江呢一分为2，这边又有汉江汇入长江，所以这个武汉呢被分为3部分，这边是汉口，这边是汉阳，这边是武昌。这其中呢，汉口是发展最快的，汉阳是工业比较集中的，武昌现在在打造这个科技啊，高科技为主。很多高新产业区，其中那个黄鹤楼啊，最有名的黄鹤楼大概是在这个位置，就武昌靠近长江的这个位置。现在我在长江边啊，在江边看一下武汉的夜景，这个灯光挺漂亮的啊，这灯光都是统一的，它会统一在这变啊，变出各种造型。这边是游船码头，可以在这里坐船游览长江啊。那边有个大桥，大桥的灯光也很美呀，看这个灯光统一变了，不光是变颜色，还会变造型呢。这个游船也挺漂亮啊。
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湖北武汉，这个是武汉的江汉路步行街，这是武汉最热闹、最繁华的一个商业街啊！带大家感受一下这里的人气。哇塞，看一下这个人气啊，超多人的这边。这是一个小的十字路口啊，从这边就通到长江边去了这条路。不愧是步行街啊，看这个人气。华中第一大城市武汉，这人流量啊，堪比王府井啊！往里走走，看看这个汹涌的人潮。路边的台阶上都坐满人了，大部分人呢都戴着口罩呢。怎么这人都出来逛街来了吗？感觉跟上海的南京路啊、重庆的观音桥啊，不比这些地方人少啊。这个商场门口有5个玩偶啊，围了很多人。全国有很多这个著名的步行街啊，广州的北京路啊，陕西的回民街，成都的春熙路，我都去过啊。这个还是挺拥挤的，这人，还有警察在路口维持秩序。这么多步行街啊，我觉得最拥挤的还是重庆的磁器口啊，那个人潮汹涌，比这个还要厉害。看这边的步行街，那个楼上啊都是住的居民啊，这下面就是步行街，能吵得睡着吗？在这个地方住应该很吵的。这个楼还有点那个上海滩的感觉啊。这个烧仙草是什么东西？是奶茶吗？现在步行街上好多卖奶茶的呀，我还没喝过这个啊，去尝一下。没有人陪逛街，只能一个人喝奶茶了，蛮好喝的。孤独的等级是一个人逛街，一个人看电影，最孤独是一个人吃火锅。这边有好多人排队啊，去前面看一下卖什么的，排队还挺长的啊。宫廷糕点有这么好吃吗？对，你的是吗？那混的那个帮我做个标记。是的，万一我把这个给到我是一样的。卖蛋糕的这是。是我的吗？我是你的，你卖蛋糕怎么会这么多人排队呢？我发现武汉人很喜欢吃蛋糕啊。这个蛋糕店门口也是排着很多人。在这个步行街啊，发现一个标志 ，I love 武汉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湖北武汉，我身后这个就是著名的武汉长江大桥啊。大家知道吗？这个桥57年建好的，到现在已经70多年的历史了，70多年了啊！这个质量杠杠的。上面是走汽车的，这下面是走火车的。这个视频呢，我们就来好好看看这个桥啊。首先，我们看一下桥的两端，其实是建在山上的。那边的山呢叫做龟山，乌龟的龟；这边的山呢叫做蛇山，一龟一蛇啊。这个大桥为什么要建在山上啊？跟这个长江有关系。我们往这边看，这个江面非常的辽阔，桥的那边呢江面也非常的辽阔，唯独这个两山之间呢，长江最窄的地方。长江通过这里的时候，
被这2座山阻挡啊，这个一下就收缩了。大桥呢，就正好建在长江最窄的这一段啊。毛主席有个诗词嘛，叫做“烟雨莽苍苍，龟蛇锁大江”，就是一龟一蛇把大江锁住一样啊。这一带的长江上面非常繁忙，货运船只很多啊，来来往往的。顺着这个长江往这边走，可以去到重庆；往这边走呢，可以去到南京、上海。这边就是黄鹤楼啊，现在被这个挡住了。那边那个是电视台的信号塔。咱现在上桥上面去看一下。现在我到了桥上了，在桥上近距离的看一下。这个桥是双向4车道的，这是2个桥头堡。现在夕阳西下，还比较美啊。它全长是 1.6 公里，这个主桥是 1.1 公里。这个桥啊，距这个江面是80米啊，比较高。在这里视线非常好，一览无余啊。往下看一下，80米的高度，害不害怕？有没有一种要被吸进去的感觉啊？我有点恐高啊，好害怕手机掉下去。江边停了很多游船啊，那边就是黄鹤楼，现在是免费的啊，免费参观。参观完黄鹤楼可以直接走到这个桥上面来。这个桥建设意义重大，因为它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建设的第一个公铁两用的长江大桥。55年动工，57年建好，用了2年时间啊。当时建这座桥花了1.38亿。桥头堡的这个位置，有一个下去的楼梯啊，去看一下。就是这个，从这里可以走下去，但是现在关闭了，大铁门锁上了，不让从这儿走。那边还有武警站岗呢啊。这桥上很多人站在这里看风景啊。这下面有那个跳广场舞的，这边还有游泳的呢，刚才现在没有人了。很多游客在这边，从这里可以看到大桥的下面，下面是走火车的，是2条铁轨呀，上面是走汽车的。站在桥上看长江啊，真是视线非常好，极目远眺，烟波浩渺啊。当年毛主席就来过这里，先游览了黄鹤楼，然后在长江里面游泳，横渡长江。上岸以后，毛主席心情非常好，就写了一首诗啊。他说：“才饮长沙水，又食武昌鱼，万里长江横渡。”然后又写到啊：“一桥飞架南北，天堑变通途。”说的就是这个长江大桥。当时他写这首诗的时候啊，这个长江大桥还没有建好，只建了几个桥墩子。然后主席就写出这首诗了。果然没过多久，这个天堑变通途的梦想就实现了。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3月下扬州。孤帆远影碧空尽，唯见长江天际流。这就是李白在黄鹤楼送别孟浩然时候写下的诗啊。进去看一下，这里现在已经是武汉的地标了，每一个来武汉旅游的人都要来这儿看一下啊，不来这儿就相当于没来过武汉似的。
看这个人有多少啊！现在是免费期间，免费参观啊！很多文人墨客在这里留下诗句。上楼的话要在这边排队啊！现在免费期间人非常多，包括楼上也是人很多的。感受一下这个人气啊！已经进来了，正中间是一个壁画，那边是下来的，这边是上去的。上去看一下。上的最顶楼了，一共好像是5层嘛。这里本来是有电梯的，但是现在没有开啊，游客实在是太多了。在最高层转一下，最高层里面是这样的，很大的一个壁画，这里面空荡荡的。在这里看一下长江。正对面这个就是长江大桥啊，上面是走汽车的，下面是走火车的，一桥两用，在这边就分开了。这个长江上啊，很长一段路都没有大桥的，你往那边看。所以以前的人，两边的人呢，全是靠轮渡、靠摆渡船沟通两岸的。当年毛主席也来过这里啊，毛主席来这里呢，还在长江里面游泳。游完泳以后，他写了首诗，他写的“才饮长沙水，又食武昌鱼，一桥飞架南北，天堑变通途”，写的就是这个长江大桥啊。历史上的黄鹤楼被毁坏了很多次啊，各朝各代都有重修的。现在重修的这个黄鹤楼已经不是原来的地址了，原来的地址在长江边呢。后来修这个长江大桥的时候，把它给盖住了。滚滚长江东逝水，古往今来，很多历史名人都来过这里啊，登高望远，写下很多有名的诗句。以前的黄鹤楼为什么会留下这么多诗句呢？那是因为古代的诗人啊，在长江边登上这个黄鹤楼，登高望远，他就会看到这个滚滚的长江水东去啊，就有一种时光流逝的感觉。诗人嘛，都有点这个有感而发，就是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啊，他就容易写下这些诗句，就流传开了。现在这个黄鹤楼往后移了这么多啊，再登上这个黄鹤楼呢，就没有那种时间流逝的感觉了。朋友们，今天我登上黄鹤楼啊，看了这边的美景以后，突然间吟兴大发啊，诗兴大发啊，我也要吟诗一首。昔人已乘黄鹤去，此地空余黄鹤楼。黄鹤一去不复返，白云千载空悠悠。黄鹤楼这么有名啊，但是据说武汉本地人都不来这边旅游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就像北京人不去长城一样，本地人不在本地旅游啊，都要去外地旅游。就像很多西安人他也不去兵马俑啊，广州人也不去广州塔呀，像我太原的也不去双塔寺啊，一个道理吧。中国有3大名楼啊，黄鹤楼、岳阳楼和鹳雀楼。黄鹤楼被称为中国第1名楼。黄鹤楼是建在佘山上面的，看一下黄鹤楼的后面，这里有个敲钟的啊，敲9下是30块钱，寓意的长长久久。
我去敲一下啊。这么大的钟啊，就靠这个吊着，这承重很厉害啊。财运亨通，一条如意，心想事成，五福临门，六六大顺，用力，七星高照，好，八面威风，好运长久，好。在这个黄鹤楼的后面还有一个小楼，我现在就站在这个小楼上看黄鹤楼啊。这个长江边上呢有2座大山，那边的叫龟山，这边的叫蛇山。这个黄鹤楼就是建在这个蛇山的山头上的。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正是因为这个蛇山上建了黄鹤楼啊，所以现在这个蛇山啊、龟山跟的也出名了。毛主席有个诗词啊，叫“龟蛇锁大江”，就是写的这2个山。游览完黄鹤楼，可以去下边的长江，坐长江游览一下，在江上面欣赏一下武汉的风光。坐船的话呢，就在这里上船，这里是个码头啊，很多的摆渡船，从这里坐船到达那个江汉路步行街，只需要1.5块啊。这个是户部巷旁边的天桥上啊，哇，站在这天桥上，有个角度正好能看到黄鹤楼，这夜景太美了啊！这灯光，只有这一个位置可以看到，我也是无意中看到的。一束红花照碧海，一团火焰出水来，珊瑚树红春常在，风里浪里把花开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湖北武汉，身后这个就是长江了啊，滚滚长江东逝水。长江江面非常宽阔，一会儿呢我就要坐船到江对面去了。这里是个码头，这边呢停了很多船，有观光船，有摆渡船。摆渡船呢才1.5块啊，坐这个船就可以坐到对岸去，然后呢也可以顺路欣赏一下这个江面上的风光。为什么这边会有摆渡船啊？因为这边这2个桥之间离得特别远。你看那边那个桥都离得那么远了，所以在这个2个桥之间啊，就会有这个摆渡船。如果你要过江对面呢，就可以坐这种船。在这边坐船就跟坐公交一样啊，不断的还有人过来啊。这个是趸船，在这儿趸船上等的。这好多骑电动车、骑摩托车的啊。他这个是每隔几分钟就发一趟船，普通票是1.5块啊，刷卡1.3块，我刷的那个支付宝的公交卡。门打开了，千军万马要上船了。看这边有多少人啊！赶紧上船了。好拥挤啊！1楼是这样的啊，去2楼看一下。哦，2楼有座位呢，1楼没有座位。2楼很多这个椅子啊，这边是大窗户，可以看外面的风景。
哇，后面是甲板啊，去甲板上看一下。哇，这边视野更好啊。船开了，大家都趴在窗口看风景呢。我感觉坐这个船的啊，大部分人都是来看风景的，真的要说坐到对岸去很少。像我一样，都是坐到对岸马上就坐返程啊，就是来坐船看看风景。这个位置就是汉江流入长江的地方了，上面有一座桥啊，这个就是那个长江大桥。已经到了，快靠岸了啊！没几分钟时间就从汉口到武昌了。坐这个船是10块钱，它会停靠很多景点啊。这个是快船，坐的人少。坐我这种船是1块5啊，刷卡只要1块3。很多人不知道趸船是什么意思啊，我简单解释一下。趸船其实就是中转用的，就是这个轮船呀，它不能靠着岸边，岸边水太浅，它就搁浅了，它只能在那个稍微里边一点、水深的地方停啊，所以它会在那个水里面放一个趸船，就所有要坐船的人先到达中间那个趸船上，然后这个船呢就会靠近那个趸船，我们就从趸船上，坐上这个轮船啊，就是这么个意思。像这个，这都是趸船，像那个都是趸船啊。很多人不想下船啊，想坐那个返程，结果都被人撵下来了。坐返程要出去再买票进来啊。那边是进去的人，这边是出去的人，哇，超级多啊。当灰烬查封了凝霜的屋檐，当车菊草化作深秋的露水，我用固执的枯藤做成行囊，走向了那布满荆棘的他乡。当大地铺满了悲泣的落叶，当杜鹃花化作远空的雾霭，祝福我吧，我最思念的情人，那就是我向你告别的身影。也许